Hello， 大家好，我小 P， 今天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在美国 WSOP 期间参加的一场$2500买入的 Freeze Out 赛事。Freeze Out 的意思是只有一次机会，不能够重买。延续我们上一集讲到的手牌讲解，接下来的手牌呢是在1000、2000的盲注级别，是一个9人桌的状况。这手牌我觉得当下是有一点问号，有点不大确定。什么状况呢？跟大家分享。我在 UTG+1，我有5万的筹码量，我拿到了1对5，好，我选择加注到4000。那我先讲一下前卫，我觉得9人桌的第一个位置可能会玩到66以上。那如果是 UTG+1的话，我觉得1对5应该是一个最弱的手牌范围。但我觉得这也很取决于后面的玩家跟盲注位的玩家。如果我认为他们很弱，或者是我认为翻牌后我可以打得赢他们啊，甚至是他们会让我便宜得到摊牌的话，那我觉得玩1对5是可以接受的范围。所以呢，我选择加注啊，这里本来也就在预设范围中，没什么问题。只是告诉大家它有点边缘。那大盲位的玩家呢，是一个有留胡子的比赛常客，他有8万的筹码量，他选择跟注。翻牌是 AQQ 2张红桃，底池11000，他选择过牌。那我觉得会是一个全范围的持续下注，这个是应该没什么问题。我认为全范围持续下注是正 EV 的，所以呢，我选择了下注4000。大盲位的玩家跟注。这个时候呢，转牌来了一张不同花的3，底池19000啊，大盲位玩家过牌。那我们先想一下，我觉得大盲位在翻牌的跟注范围，当然所有的 A、所有的 Q， 我觉得他会跟到2张10以上的牌，10J、K10、KJ， 然后当然有任何的手对，不管是比我好的或是比我弱的，比如说7788，当然也会有22334455，那也会有同花听牌。我觉得它的整体的范围长这样子。当下呢，我选择了下注。说实话，我觉得有一些理由，虽然说有一些理由，但也不完全能够支持一定会下注。那我觉得下注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如果说它是2张高牌的话，它应该不会再跟注了，因为它的赔率绝对不够。它如果是同花听牌的话，它会继续跟注，然后我可以拿到价值。如果它有 A 或有 Q 的话，我有可能会输更多的筹码。但是我很确定，我转牌下注之后，合牌可以到摊牌啊，就是它会过牌，我会过牌。那我觉得当下我选择下注，我不确定这是不是最好的策略，但是我当下选择下注。这个时候他又跟注，然后合牌来了一张8，不同花的8，底池39000，他过牌，这时候我也过牌。然后我看到他的手牌呢是73红桃，也就是他是一个同花听牌，他转牌中了一个3的对子。然后他持续的跟注，合牌就到摊牌，然后我就赢下了一个底池。这手牌算是有点特别的状况。好，那下一手牌呢是一个翻牌前 all in 的状况，什么状况呢？我在 CO 位，我有75000的筹码量，在1000、2000的盲注级别，我拿到了 K6 同花，绝对没有问题的加注到4000。bottom 位的玩家是一个短筹码的玩家，他只有10500，大约是5个大盲，选择 all in。那我们讲过很多次啊，面对一个低于8个大盲以下的 all in 呢，我们加注的范围都必须要跟注。所以呢 ，K6 同花跟注，这个时候看到8同位的玩家是 KQ 同花，所以我们输了一个短筹码的 all in。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我从2013年开启我的职业扑克之路，四海为家到世界各地比赛，把我的生活与热情全部献给了扑克。至今我赢得超过1.4亿台币的奖金，获得过2条 WSOP 冠军金手链。更荣获 GPI 亚洲第1的头衔。我在这10年的锦标赛经验中发现，最明显能区分一位玩家厉害与否的要素，就是翻牌前的策略。我们在扑克的第一个决策，就是要不要玩面前的这手牌，要怎么玩，要跟注或是加注呢？这好比要盖一栋摩天大楼，稳固的地基是最重要的。所以欢迎大家加入我的课程。像职业玩家一样，做出完美的翻牌前决策吧。好，那这个时候呢，发生了一个蛮有趣的故事哦。当下呢，过了几手牌之后，我坐的位置是3号位。这个时候呢，牌桌的4号位跟9号位这2个位置是空位。然后呢，来了一位玩家上桌的时候呢，看了一下，他就坐下了4号位，开始玩牌，就觉得好像蛮正常的。然后这个时候过了3手牌，盲注位从9号位、1号位、2号位，因为过了3手牌嘛，然后变成是我上了大盲。发牌的时候呢 ，UTG 的玩家他突然说：“我好像坐错位置了。”他说：“我好像应该要坐9号位，不是坐4号位。”然后这个时候，荷官第一个决定当然就是先把他刚刚交出来这个座位卡来检查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嘛。然后他就说：“真的你不是坐4号位，你应该要坐9号位。”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原因是因为如果说你忘记你的座位，你觉得你有可能在玩了3手牌，在你下一手牌要上大盲的时候想起来这件事情，不会嘛？因为如果你真的是忘记了，你就会一路忘记，你不会突然想起来说，我原来是9号位，然后我要换回去这个位置。所以这个时候不管怎么样，我们就叫裁判来嘛。然后裁判来就说，这个状况如果是可以还原的，也就是如果他应该要坐9号位，他就必须要坐到9号位。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从4号位换到了9号位。他一换过去的时候，我们就突然想起来，他在2个空位的时候呢，刚好那个位置要上大盲位，他就直接利用他的优势，他就觉得这个荷官很菜不会检查他的位卡，他就随便坐了4号位，然后把位卡丢给他。避过了这个大盲之后呢，他现在竟然要在上大盲之前呢，要求换位，再换回到不用放盲注的位置。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都识破了他这一招，然后都发现，干这个人就是来骗的，来搞的。然后呢，他还真的成功了，从4号位换到9号位，不用放盲注。当然，这个时候包括我还有其他的玩家，就整个就是一个暴怒，因为这超级不合理嘛，这就是作弊嘛，某种程度上就是作弊嘛，因为他自己心知肚明，但是他还是利用这个优势，因为他觉得荷官很菜，也不会检查，所以呢，他就换到了9号位。这时候，包括我在桌上一直喷他，我一直喷他，我说妈的，这种人带我讲英文，我一直喷他，我说你这不是作弊怎么样？这个很扯，就是因为我觉得啦，这件事情如果他忘记，然后他在4号位他付了盲注，那我觉得可以接受，但绝对没有道理，就是我要付盲注之前说，没有我坐错位置，我要换回去那个位置，你懂我意思吗？这个要求是绝对的不合理。他换到那个位置之后呢，他真的成功的躲过了盲注，但是每个人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每一手一直骂，然后骂到他真的受不了了，然后他说，如果你们这么痛恨我的话，下一手牌我在 UTG。他盲加注，他就是把省的这个盲注给送到底池里面的概念。虽然说这不是一个正统的做法，但我觉得是可以接受。反正就是他等于说他就是损失2个大盲，不看牌就先加注了。然后他做的不仅是盲加注他是盲加注之后弃牌。你有没有看过这种状况？他在 UTG 对不对？他丢了8000的筹码之后，他把他的牌射到那个 mark 区。这有诚意这还不是说你知道吗？他如果盲加注，他还可能看到一个翻牌，什么27中2对嘛？没有，他是盲加注之后，他把牌丢到这个牌堆里面，就是代表说他不会玩这手牌，他也不能玩，但是他丢了8000进这个底池。虽然说不是2.5个大盲，但是他有展现他的诚意，他自己也知道自己被坑了啦，就是自己被抓包了嘛，就是很合理。不管怎么样，他加了8000之后，他丢牌嘛。这个时候盲注级别是2000、4000，就是他被骂了很久被骂了2个级别，然后他真的受不了了。刚刚盲注级别是1000、2000，然后这时候弃牌到我在 hijack 位，这个时候我的筹码量呢剩下28000，大约是7个大盲，那我拿到了 A9 不同花。那我们就讲hijack 位 A9 不同花本来就是一个 all in，更不要讲有一个更多的死钱我在想说，我应该会 all in 非常宽的范围，任何的 A， 任何的 K， 任何2张8以上的牌，我觉得可以 all in。A9 绝对是正 EV 的 all in，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就 all in 了。然后呢，大盲位的玩家跟住，大盲位玩家是1对10，这手牌很遗憾就输了，输了，被淘汰了。没有赢到这个免费的8000。以上就是这一次$2500买入的 Freezaw 手牌讲解的第2集，千万不要做坏事，会被抓到。好，如果说你对于影片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如果说你想要问我手牌的话，欢迎到我们的 DC 手牌投稿区投稿你有问题的手牌，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我是小 P，拜拜。